没想到，2024年1月结束前，31岁的杨紫将如何成为流量和演技的战场？如今的中国电视剧市场表面上热闹繁华，实际上却充斥着夸张娱乐现象。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仙剑4》和《祈福当下》中的大战被官方媒体点名批评，引发了对娱乐圈流量与演技之争的深刻思考。而杨紫作为当今娱乐圈的明星代表之一，她如何在追逐流量的同时保持演技，也成为了本次大赛的焦点和热点。作为一线女演员，杨紫近年来在电视剧市场的表现可谓抢眼。她的作品播出后，不仅引起了极大关注，也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这一切都得益于她的演技实力和在角色塑造上的出色表现。然而，随着娱乐圈浮夸娱乐风潮逐渐升温，杨紫作为明星代表之一，也被卷入了流量与演技的紧张之中。她必须在追求流量和保持演技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成为她在娱乐圈的一个重要挑战。在当下的娱乐市场中，流量往往被视为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影视剧的火爆往往与主演的流量息息相关。而杨紫也确实凭借出色的表演和良好的口碑，成为了热门剧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对流量的追求往往会导致作品质量的下降。有些剧过分强调明星力量，而忽视了剧情的创新和演员的表演。这种流量第一的市场导向，给杨紫作为演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随着杨紫年龄的增长，她能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然而，娱乐圈的一些作品却安排她饰演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的角色，这让她的演技面临着很大的考验。比如，在《9爱》中，杨紫被安排扮演一名高中生，而她已经是31岁的成年人了。这种不合理的角色安排，不仅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不适感，也对她的演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角色年龄和演技表现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杨紫在娱乐圈面临的一大挑战。观众对演员往往有着多方面的期待，除了作品本身的品质之外，他们还希望演员能够在角色塑造和演技表现上有所突破和创新。然而，流量至上的市场环境往往让演员陷入角色定位与形象塑造的困境。对于杨紫来说，她不仅需要保持自己的演技，还要不断适应市场需求，不断挑战自我，这无疑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作为一线女演员，杨紫自然是关注的焦点。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能扮演的角色范围也越来越有限。尤其是在某些剧集中，她被安排扮演比实际年龄小得多的角色。这不仅让观众感到困惑，也让她在角色定位上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电视剧《地久天长的爱情》中，杨紫被安排饰演一名高中生，此时的她已经是一个31岁的成年人了。这种不切实际的角色安排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感和质疑。这样的角色安排不仅对杨紫的演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她的形象塑造和市场形象带来了问题。观众对演员的认知往往与演员在作品中的表现息息相关，但当演员的实际年龄与角色的年龄差距较大时，观众往往会产生认知差距，影响对角色的接受度和情感共鸣。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杨紫的表演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当她饰演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的角色时，观众往往难以接受，感觉角色形象不真实，导致作品口碑受损。这种观众认知与角色差距的问题，成为杨紫在角色塑造和形象塑造上的一大挑战。在当下的娱乐市场中，演员的形象塑造往往与市场需求密切相关。流量第一的市场导向让一些生产商偏向于选择流量和影响力较高的演员，而忽略了角色与演员实际年龄的匹配度。作为高知名度的一线女演员，杨紫的市场形象和公众认可度已经建立。然而，当她在一部作品中被分配扮演一个不符合她实际年龄的角色时，不仅让观众感到困惑，也对她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演员形象与市场需求的这种矛盾，成为杨紫在选择角色和作品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对于一线女演员来说，树立和维护自己的形象至关重要。
然而，当演员扮演与实际年龄不符的角色时，往往会给自己的形象带来一定的危机。对于杨紫来说，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如何在职业选择和角色创作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她面临的一大挑战。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杨紫需要更加谨慎地选择作品和角色，保持形象的一致性和可塑性，这对她的事业发展至关重要。如今的娱乐行业，流量至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制片人偏爱选择流量大、影响力大的演员，却忽略了角色与演员实际年龄的匹配。对于杨紫来说，作为一线女演员，频繁的项目往往需要她表现出更多的可爱和俏皮，以迎合市场的口味和观众的需求。然而，这与她成年后的实际年龄不符，导致形象误解。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杨紫在维护个人形象的同时，也面临着演技的挑战。形象误区的出现，不仅让观众感到困惑，也对杨紫的职业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观众对演员的认识往往是根据他们在作品中的表现来建立的。然而，当演员的表演与实际年龄不符时，往往会导致观众产生认知差距，影响演员的接受度和情感。谐振，杨紫在作品中频频展现可爱俏皮的形象，虽然符合市场需求，但与她的实际成年年龄并不相符。这种形象误解导致观众对她的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偏差，从而影响了她的口碑和观众对作品的评价。当面对形象误解和观众认知的挑战时，杨紫需要更加理性的思考和反思。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她需要在维护个人形象的同时，不断提升演技，以应对市场变化和观众需求。在选择角色和作品时，杨紫需要更加慎重地考虑，避免过度迎合市场需求，损害自己的职业形象和演技。同时，也需要行业各方共同努力，强化演员形象和市场定位的合理性，促进娱乐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娱乐圈中，演员的选择至关重要，他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和演技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流量和人气。如果演员在作品中扮演与自身特点不符的角色，不仅会影响作品的表现，还会损害自己的表演形象。因此，演员在选择角色时应该理性思考，慎重决策，以保证作品的质量和表演。然而，在当下的娱乐行业，流量第一的市场导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制片人更喜欢选择流量大、影响力大的演员，却忽视了作品的质量和演技水平。这种市场导向导致很多作品内容质量参差不齐，演员的表演水平无法得到有效提升。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演员们不得不面对流量和演技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得不在追逐流量和维持演技水准之间做出选择。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往往会根据演员的表演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和质量。但由于流量至上的市场导向，一些演员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过度追求人气和曝光度，导致作品内容质量下降，影响观众观感。观众的审美和认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他们更倾向于关注作品的内涵和演员的表演水平，而不仅仅是流量和人气。对于整个娱乐圈来说，保持作品质量和演技水平至关重要。只有放弃流量至上的市场导向，聚焦内容作品的质量和演员的表演水平，才能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娱乐行业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演员的选择和作品的质量，不断提高竞争力，引领行业的发展方向。当今的中国娱乐圈，流量与演技的紧张关系日益显现，而杨紫作为当今娱乐圈的明星代表之一，在这场较量中走在了最前列。她的表现不仅影响着她的个人形象，也影响着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我们期待娱乐行业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流量和演技之间的关系，找到一个平衡点，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肖战主演的《梦中的大海》有望角逐飞天奖。我们期待演员的表演不断进步。随着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评选工作的启动，业内人士和广大观众对入围剧目和演员的猜测和期待也逐渐增多。遗憾的是，表彰数量仍未20项，其中优秀电视剧奖16项，优秀导演、
编剧、男主角各1项，共5项。因此，入围的剧目和演员都大放异彩，竞相角逐，力量急剧上升。近年来，我国电视剧的制作水平不断上升，《梦中的大海》就是一个例子。由肖战主演，契合当下年轻人爱情与事业追求的主题，其人物设定与自身特长相结合，塑造出深入人心的形象，备受关注。因此，《梦中的海》获得飞天奖的潜力很大。但随着行业日益成熟，演员不仅需要立足，更需要拓宽影响范围，以长期的品牌影响力实现突破。尤其是对于像肖战这样潜力巨大的新生代演员来说，成功之路并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精心准备、稳定发展、持续发力、扎实苦干。造势的目的不是为了积累短期的荣誉或奖项，而是为了创造持久的声誉和稳定的发展道路。虽然并非所有提名演员都能如愿获奖，但他们努力塑造了转型成功、选剧眼光独到、演技出众的公众形象，从而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和口碑效应。未来的演艺事业，获奖涉及的因素很多，全力以赴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演员的声誉是一份沉重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全力宣传像《梦里的海》这样的优秀剧目和演员。当被问到什么是好的电视剧和演员时，要大胆地说话，积极宣传剧集，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确实，在影视行业，口碑的力量是不用说的。良好的声誉可以给演员带来很多宝贵的机会和极大的关注。想要打造良好的口碑，演员还必须从多方面入手。第一，演员需要不断磨练演技，只有凭借精湛的表演和深入的人物刻画，才能赢得观众的尊重和信任。其次，演员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和剧本。好的角色可以帮助演员增加公众曝光度和美誉度，而好的剧本则为演员提供广阔的演艺天地和机会。因此，演员在选择角色和剧本时，需要充分考虑自己的个人特点和市场需求，既不能盲目跟风，也不能固守传统。此外，演员要时刻保持一颗谦虚、感恩的心，在辉煌时刻保持谦虚低调，在困难时刻保持积极乐观感恩。只有这样，才能在影视行业不断繁荣，永远拥有粉丝和影响力。